我叫杨千莹，然后是一个钢琴家，现在在国立嘉义大学音乐系任教，担任助理教授的工作。那就是说在国内念书，然后到去俄国留学，回来以后也常常在国家音乐厅之类的表演场地表演这样子。好，其实我自己是认为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蛮平凡然后普通的家庭。虽然小的时候妈妈她是没有工作，就是照顾我们全职的照顾我们，大概到我6、7岁左右。这样子。对，那后来就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她决定出去工作。那等于说从国小几年级开始，然后到高中一直到大学，我们家都是一个双薪家庭这样。那爸爸妈妈常常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在家的情况下，就变成我和我的妹妹淑凡就会显得比较独立吧，可能就是自己要自理一些生活这样子。那这些对我来说其实蛮多是正面的影响，事实上。那像比方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离家到关渡台北艺术大学念书，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等于是一个人住在外面，然后也甚至到后来我去俄国留学的时候，都觉得因为这样子的发展，所以我在一些环境的适应力上比别人强一点。爸爸妈妈之间，他们曾经因为工作太忙的关系，所以感觉他们少了沟通，自然生活上会有一些误解。那我是觉得曾经看他们吵架，然后甚至说活在他们这种吵架的氛围当中也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妈妈好像对于这一点，她一直有一点抱歉。所以她在我决定结婚之前，她甚至曾经问过我一句话，说：“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子的婚姻，还会想结婚吗？”当然，其实因为跟我的现在的老公是经过蛮久的爱情长跑，所以其实爸妈当然是对他放心了。可能因为关于结婚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我老公也是在婚前就谈论了很久，是经过蛮久时间的考虑，所以不能算是一个冲动或者是没有准备的决定这样子。在还没有生小孩之前，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其实我们是有生小孩的准备。那也觉得说有了小孩才会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自己的家庭。在我看到的年轻人里面，想要结婚或者想要生小孩的人不在少数。这样子。对。那反倒是在我们这一辈的，好像是说可能比我年轻的一点点，大概或者是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有一些是属于顶客族的状况这样子，或者是说就是讲好了不生小孩。那如果我们从这几年的一些话题啊、杂志啊、新闻等等，看到各种介绍，然后很多人顶客族他们是会说，没有钱，没有经济能力，然后不能生小孩之类的。我不知道啦，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算是一个很富裕的状况，但是可能是因为从结婚前，然后不管是老公的家庭也好，或是我自己的家庭也好，其实爸妈他们的态度就会认为说，那个没有钱没有关系啊，或者是说，甚至有一个很好的长辈，也是我老公那边的长辈，他就很开心的跟我们说啊，那个小孩子会自己带钱来。当然，这个是你知道老一辈他们的一种观念，说有子是送财的意思这样子。那简单来说，我自己倒是觉得说看得很开，我们有钱是有钱的过法。那没有钱是没有钱的过法，所以孩子就是这样子，他当然是一个开销，而且会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支出这样子。可是我倒觉得，如果我们有能力供给的时候，我们就供给他多少。那有的人很会想说，小孩子以后长大教育费很贵，甚至要出国念书什么什么。那我都已经跟我老公是有一点类似说讲好的这样，就是说。也许我们就以我们能力的范围之内去供给他，你可以让他上什么样子的学校就上什么样的学校，不要刻意的强求。然后如果说有一天他自己说我要出国念书，好，那很抱歉，那个如果我们有钱我们供给你，如果我们没有钱的话，那你就要自己想办法。所以我当然是觉得说也蛮期待有一天有一个孩子可以来跟我分享生命的点点滴滴这样子。那我也认为说很乐意，就是说。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然后可以让自己的
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延续这样。我可能就像我妈妈说的吧，我是一个思想很传统的人，是，而且我还蛮相信，怎么讲，人各有命。好，那其实我相信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信仰的力量啊，好，不管是在哪一种的宗教里面，相信你的命呢，已经是上天给你的，帮你安排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对于自己所拥有的，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问题、钱财方面的问题，你对于自己拥有的，你就不会非常的担心。那担心是一个不好的能量，或者它是一个负面的思想这样子。那在比较没有不好的思想，然后有正面的思考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它会很顺这样子。那如果是我的学生好了，当然我不会认为说一个很年轻，比方说刚大学毕业，好，那刚刚工作，甚至说经济很不稳定的，都还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也许我不会建议说你太早结婚或是生孩子。那但是如果说是在一个已经对于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一个初步规划啊，或者是说已经可以看得到近期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其实步入婚姻或是生孩子，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推崇爱情嘛，我认为它是一个爱情自然的结果，所以就是用自然的心情去迎接它。